明明很痛苦，却还是舍不得放下。这种矛盾的心情让人无法自拔，就像背着一个沉重的行李，虽然每一步都让人感到疲惫不堪，然而当你想要放下它时，却发现自己不再习惯于没有它的感觉，甚至有些不安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，这一切都源自于习惯的力量。当痛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时，渐渐的它就不再是负担，而是一种似乎无法避免的情感状态。我们会开始依赖这些痛苦来定义自己，仿佛如果没有了这些情绪，我的存在就变得不真实。这种情况常常会让我们无法自拔，即使明知道这样的情感带来的是伤害，却依然选择坚持。有人问过我，是否只要转念就能解决这一切？转念确实能带来一些短期的解脱，但如果痛苦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，它就会深深植根于你的内心，并且不断地重复，吸引更多类似的情绪和经历。所以，仅仅转念并不足以彻底改变这种情况，真正的关键在于找到痛苦的根源，并且勇敢地去清理它。当你愿意面对并清除这些痛苦的根源时，你会发现自己不再需要用痛苦来确认自己的存在。你开始摆脱这些情绪的束缚，内心变得更加轻盈。此时，你所吸引到的人事物也开始发生了改变。你的生命不再是痛苦的循环，而是变成了一种自然的流动。这种流动不需要费力的推动，它自然而然地将你带向更好的方向。这其实就像是宇宙的吸引力法则一样。宇宙不是单纯的根据你的表面行为来回应你，而是根据你的内在状态来吸引和安排一切。当你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恐惧，宇宙也会以相似的频率回应你，吸引更多的困难和挑战。然而，当你放下这些痛苦的情绪，将内心清空并转化为爱与平和，宇宙的回应也会变得更加轻盈和积极。这一切的改变其实并不难，只是我们往往对于内在的疗愈过程感到畏惧，因为它需要我们放下那么多深埋已久的情感，去面对那些不想直视的痛苦。然而，当你愿意开始这段疗愈的旅程时，你会发现，放下并不是失去，反而是一种获得。你不再依赖痛苦来赋予自己意义，你开始认识到，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内心的平静与和谐。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，但当你逐渐清理内心的痛苦，你的生活开始变得更加丰富和自由。你的情绪不再被过去的伤痛所困扰，你的能量开始对齐你真正的目标和愿望。这时，显化也不再是辛苦的努力，而是一种自然的流动。你不再是被动的等待宇宙的回应，而是主动的引导自己的命运，并在这个过程中吸引到更多符合你振动频率的人和事。宇宙的运作本身就是一种吸引的力量。当你改变了自己的内在状态，当你学会以爱、平和、感恩的心态来面对一切时，宇宙会将这些情感与状态映射到现实世界中，并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回应你。这不仅是吸引力法则的运作，更是一种生命的智慧，让你在每一刻都能够与宇宙的能量频率达到和谐共鸣，吸引来你渴望的结果。放下执着，其实是一种深深的信任，信任宇宙的安排，信任过程中的每一个瞬间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。当你不再过于关注结果的呈现，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每一个当下的选择与行动中，你会发现，生活自然会以你未曾预见的方式向你展开。而这些改变，正是你与宇宙之间深刻连结的证明。所以，当你感到痛苦时，不要急于反应，也不需要急于寻求解脱。试着去感受这些情绪，去了解它们的根源，并且给自己一些时间和空间去疗愈。
当你真正放下这些痛苦，当你让自己与内心和解，你会发现宇宙会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，将所有你需要的一切送到你的面前。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，从痛苦到疗愈，再到显化。每一步都在让你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的自己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，你的生命将变得更加轻盈、自由，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。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的转变，更是一种与宇宙对话的方式，一种深刻的内在成长。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中，当我们面对压力与困难时，往往感到无所适从。生活的重担、情绪的起伏，无时无刻不在试图拉扯着我们的心灵。或许有时你会感到迷茫，不知道该如何应对，或者哪一个方向才是最能带来转机的道路。但其实，改变并不需要从一个巨变的时刻开始，而是从一个个微小的改变开始，从认识自己情绪的根源，到释放那些束缚着自己的思想和信念。改变的开始，往往来自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：你真正害怕的是什么？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却极具力量。在每一次痛苦来袭时，或许你能停下来，试着去反思，究竟是什么让自己感到焦虑、困惑或恐惧。这些情绪背后，其实有许多未曾察觉的信念与过去的经历，它们在潜意识中深深扎根，影响着你的一言一行。当你愿意去提问、去探索，这些情绪的根源会慢慢浮现出来，并为你的心灵带来澄澈的光明。其中一个有效的工具就是书写内在对话。当情绪变得强烈时，试着将内心的想法写下来，让自己以外的视角来观看这些想法。这些反复出现的念头，是否真的是你自己的想法，还是来自他人的影响，或是曾经经历过的创伤与伤害？很多时候，我们的思维习惯化地接受这些来自外界或过去的声音，而忽略了这些声音是否真正属于自己。当你开始将这些念头具体化、书写出来，你会发现许多情绪实际上是可以被挑战的，你并不需要被这些想法所支配。但要记住，情绪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，它需要深入的疗愈过程。这不仅是表面的情绪调整，而是触及到内心深处的层面。冥想、内在小孩疗愈、Data Healing 等方法可以帮助你深入探讨并清理那些深层的情绪创伤。这些方法能够帮助你重新建立与自我、与宇宙的和谐关系，让你在面对挑战时能够更加稳定与从容。或许你一直以为痛苦是生命的一部分，甚至会觉得自己是注定要承受这些苦楚的。其实，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改变的权利，有选择过上轻盈未来的权利。改变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环境，而是来自于内在的选择。一旦你开始放下过去的痛苦，放下那些不再适用的信念，吸引力法则的力量就会开始在你的生命中发挥作用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当你改变了内在的频率，你会吸引到与之匹配的外在结果。你内心的每一个念头，每一次情绪波动，都是一个信号，这些信号会影响你所经历的现实。当你开始从信念上清理那些负面的情绪与想法，并改变自己的内在频率，你将能够吸引更多的机会、幸福和成功。这就像是将自己的频道调到一个全新的层次，吸引到与这个层次相匹配的世界。这个过程或许不会立刻看到显著的改变，但当你坚持练习情绪觉察，并开始进行内在疗愈，吸引力法则的魔力将会显现出来。它并不是一个外在的力量，而是你内在的力量流动，让你拥有选择的能力，让你走向你理想中的未来。
你并不需要等到外界的改变来证明自己能够改变，改变的第一步来自于你的内心，来自于你愿意觉察自己的情绪，并选择为自己创造一个不同的未来。因此，从今天起，让自己成为这个改变的开始。当下一次你感到痛苦或迷茫时，停下来问问自己，究竟是什么在背后引发了这样的情绪？把它写下来，去分析这些想法的根源，并深入疗愈那些过去的创伤。你并不是注定要背负痛苦，这一切都可以改变。当你开始这样做，吸引力法则的力量就会开始为你所用，并引领你走向一个更加丰盈与幸福的未来。你有权拥有一个全新的、轻盈的生命。只要你愿意让自己开始这个内在转变，你就已经踏上了通往更美好未来的道路。记住，改变是可以由你掌控的，而宇宙会在这条道路上为你提供无限的支持与力量。当某个人突然停止与你联系，你是否曾经陷入过焦虑和困惑的漩涡？是否会开始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，甚至深夜无法入眠，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或许会用尽各种方法挽回对方，然而结果却是越来越远，似乎自己无法改变什么。可是，当你感到无助时，或许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行动方式。你是否曾想过，真正能吸引对方回来的，不是拼命挽留，而是学会释放焦虑，回归到稳定的自己。这不仅是情感上的智慧，还是一种源自于内心的力量，它与宇宙的吸引力法则息息相关。这是一种让你吸引正能量的力量，不是通过控制或强迫，而是通过改变自己的频率，让自己在宇宙的能量场中处于一个更高的振动状态。当你放下焦虑和恐惧，让自己回归稳定的状态，你会发现自己与宇宙的连接变得更加清晰，与周围的人和事物的互动也开始有所不同。宇宙的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所有事物都是以能量的形式存在，这些能量会根据我们的思想和情感状态而产生相应的振动频率。当你处于高频率的状态时，你发出的能量就像是强大的磁场，吸引到与之匹配的事物和人。这不是一种刻意的行为，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。当你不再被焦虑所支配，当你学会接受并尊重自己，你就能在无形中发散出一种吸引力。这种吸引力不仅能吸引到爱情，也能吸引到更多的机会与正能量。而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一个关键的转变，从内心的稳定开始。当你不再急于寻求他人的回应，而是学会释放自己的情感包袱，你便进入了一种宇宙能量场中更高的频率。这个过程并不需要你强迫自己去改变，而是通过真诚地接纳自己，理解自己，让自己与宇宙的能量共振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事情会变得简单而自然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焦虑于对方的回应时，你的心境开始变得更加清澈。这样的稳定状态不仅能吸引对方重新联系，还能吸引到更多的正能量与机会。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，你所发出的积极能量将会反向回流到你身上，为你带来更多的幸福与喜悦。而这一切的核心，就是回归到最真实的自己，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负担和焦虑，让自己活在当下，并且相信宇宙总会在恰当的时候给予回报。这不是一种被动等待，而是一种深信不疑的力量。当你在正确的频率中运行时，所有的事情都会自然而然地按部就班地发生。当你学会了释放焦虑，并让自己回到内心的稳定状态，你会发现自己不仅能够吸引到对方，还能吸引到更多的爱、支持、机会和正能量。
宇宙的吸引力法则会在无形中为你创造奇迹，因为你所处的频率已经与宇宙的能量场完全对接。这样的你将不再需要过度的努力和挣扎，因为一切都会顺其自然地展开。所以，当对方不再联系你时，记住，真正能吸引回来的，并不是焦虑和强求，而是回归到内心的平静和稳定。当你达到这样的状态，无论是感情还是生活，宇宙都会在适当的时候送来你想要的一切。当一个人开始提升自己的能量，往往会经历两种截然不同的变化。一方面，宇宙的力量会默默地开始为你运作，逐渐显化你内心的愿望和目标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帮助你朝着心中理想的方向前进。另一方面，随着能量的提升，低频的旧有能量也会显现出来，让你质疑自己，犹豫不决，甚至出现放弃的念头。这是宇宙所设的考验，它希望你能突破这些障碍，坚定前行，选择成为高频磁铁，而不是被困于低频回圈之中。在这条成长的路上，低频能量会不断试图把你拉回旧有的习惯和思维方式，这时必须学会如何识别这些负面能量，并迅速切换到高频磁铁思维。当你发现自己被低频的思想或情绪所困时，立刻停下来，深呼吸，数到3，然后告诉自己，我选择相信，继续前进。这样的自我暗示将会把你的能量迅速提升，重新调整你的心态，让你聚焦于未来的光明，而不是眼前的阴影。低频能量的思维方式通常是悲观和消极的，它会让你感觉到无力，甚至放弃自己的目标。你会开始想，我真的不行，算了。然而，当你转向高频磁铁的思维时，会有一种不同的力量，让你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能保持信心和前进的动力。你会对自己说，我选择相信，继续走下去。这样的选择会在无形中吸引宇宙的支持，帮助你跨越所有的难关，向着目标迈进。当你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能量状态时，你也会发现它对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。无论是与他人的互动，还是面对自己的情感和挑战，所有的经历都会受到你的能量频率的影响。高频能量通常与积极的情绪和情感相伴随，这会使你在生活中吸引更多的机会、正面的经历和富足的关系。当你保持在高频状态时，你的心态会更加开放、乐观，甚至会开始吸引那些同样充满正能量的人和事物进入你的生活。相反，当你处于低频能量的状态时，负面的情绪、焦虑、怀疑和恐惧会让你的生命看起来充满挑战。这样的情绪会让你感到疲惫和无力，并且让你与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产生脱节。你会发现自己很难集中精力，也无法对生活中的挑战保持积极的态度。甚至，这些低频的情绪可能会影响你的健康，导致身体的紧张和不适。然而，无论当下的情况如何，你都有能力选择你的能量频率。当你遇到挑战和困难时，记得停下来，观察自己的情绪，然后选择高频的思维方式。这是一个需要练习的过程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能够轻松地保持在高频能量状态中。这不仅仅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，更是一种对自己深层潜能的释放。当你选择成为高频磁铁时，你的整个人生将会发生变化。你将开始吸引到那些与你相匹配的能量，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工作机会，这些都会开始对你敞开大门。你将不再对低频的能量感到恐惧，因为你知道这些只是挑战，而你早已准备好面对并突破。此外，
选择高频的思维方式还能帮助你抵御外界的负面影响。这样的力量是内在的，是来自于你对自己和宇宙的信任。当你与高频的自己连结时，你会发现周围的一切都开始随着你的能量而改变。你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和谐，事业发展也更加顺利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会感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，知道自己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宇宙的能量遵循吸引力法则，这是宇宙最基本的运作方式。当你的能量频率提升，这会吸引到与你频率相同的事物和人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在提升能量后，会遇到越来越多支持他们的人和机会。你所发出的能量会像磁铁一样吸引相似的频率，这不仅改变了你的外在世界，也影响了你的内在感受。当你保持在高频能量中，你会发现自己的愿望和梦想逐渐显现，而这一切的过程都来自于你内心的选择。这就是为什么在面对低频能量挑战时，最重要的就是选择。每一次低频能量的袭来，都是一次自我检视的机会，让你能够选择重新调整自己的能量状态。当你开始意识到这一点，你就不再被外界的挑战所左右，而是成为了自己能量的主人，选择当下，选择高频，选择无限的可能性。高频的能量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光明、丰盛和喜悦。当你放下过去的负担，转向高频思维，你将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无论你的目标是什么，当你保持在高频的状态中，宇宙会帮助你实现你的梦想。只要你选择高频，未来就会选择你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